这次要讲的是可伶图生影片的技巧。对了，在影片开始之前，想提醒一下各位，记得打开频道的小铃铛，选择所有通知，这样就不会错过就 Multimedia 的任何影片，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很多人在用可伶做影片的时候，他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想要那个图生成他想要的效果，可是没办法达到，可能会就是做不出来，或者是跳成另外一个影像。所以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讲说，怎么样比较容易可以做到你想要的一些效果出来。首先可以到我的 Patreon 上面，然后我有放这篇文章，连结我会放在影片说明里面。在这里我提到一个，就是如果你要用图产生影片的话，你的提示词写法是这样子的：你要有一个主体加上运动，跟背景加上运动。因为你是图产生影片，所以你不需要再描述说这个图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 AI 会自己去分析。所以我们只要描述这个画面里面你想要动的东西是什么。另外的话，如果你想要让背景动，那你也可以描述背景是怎么样运动。那这边呢，我就拿一个范例来说明哦。以这张照片为例子，我希望这个女孩子对这个即将制作的影片来说，这个女孩呢就是主体，把草莓放进嘴巴就是她的运动，所以你整个提示词的写法就是女孩把草莓放进嘴巴，就跟我这个说明是一样的，主体加上运动。所以你的主体就是女孩，运动呢就是把你也可以叫做动作，就是把草莓放进嘴巴这个动作。好，那我们看一下实际效果是怎么样。好，这就是它的实际效果，还蛮自然的。那我用的是标准的这一个，我订阅的是标准的，就是我那时候订的时候还没这么便宜，结果它现在又有黑色星期五的特价，又比我订的时候又便宜很多。我是买1年的，可是就是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所以没办法，就是有点亏到这样子。不过还蛮好玩啦，前面已经试了蛮多的效果，都还不错。所以这个例子就是跟大家讲说，你怎样去了解你要做的影片是什么样的影片，你要有一个主体跟你要他做的动作，然后把它串成一个提示词。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做到一个，就是背景加运动，你也可以称作背景加动作。就是我这边来举个例子好了，这个我们先不要让它动。好，这个是一个女孩子，她手上拿了一杯饮料。那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一个特效，就是这个女孩子在喝饮料，然后旁边这是个夜市嘛，然后旁边会有人在走动，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提示词，就是主体是女孩子嘛，女孩子把饮料喝下去，然后再来就是描述背景相关的，就是背景的人物走动，招牌的灯光闪烁。我希望这边有一些那种可能因为这边在煮东西，所以会有热气上去，然后光影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就加了这个效果出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是怎么样。好，所以这边女孩子喝了饮料，然后旁边有人物在动，
这饮料呢自己跑出了一个吸管。所以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形，事实上可以用同个提示词再重新产生一遍，那你可能就会得到你想要的效果。那基本上这个跟纹身图差不多，就是也是一种抽卡，就是你会从这个很多影片中挑一个比较适合的影片，你觉得好看的出来这样子。那这边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就是我们可以滑鼠移到这上面去，你就可以选择下载没有浮水印的。所以最近我有很多影片呢，就是用这个可伶做的，我都是下载这种没有浮水印的。各位可以试试看。那另外再跟各位举一个例子好了，我先选这一个，先按暂停。基本上我希望做到一个效果，就是我希望他呼吸的时候胸部会晃动。那基本上其实这是蛮难做到的，我只是希望这样子，但是我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所以可能要用其他的方式来产生这种效果。那不管如何，我就是一开始是这样想的。我希望他在想要这个女孩子在喝咖啡，咖啡上面会冒出热气。然后这背景有火炉，这个火炉的光线呢会晃动，这样，所以我就下了这个提示词，就是女孩胸部随着呼吸起伏，咖啡冒出热气，背景火炉的光线晃动。那我们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好，这边出现了一个我不太想要的效果，感觉很像这个女孩子把咖啡吐出来，吐到杯子里面去。好，所以我刚刚讲过了嘛，这是一种抽卡，所以我就再做一次。先不要让它跑，我们先看这样子。同样的提示词，然后我们可以再产生一次，然后看这一次的效果怎么样。好，这边其实我另外做了一个修饰啦，我也不是用同一个提示词啊，我这边加上一个，就是我很怕说他继续把咖啡吐到杯子里面，所以我这边就是再描述的清楚一点，他拿起杯子靠向嘴唇，而且对着杯子吹气，咖啡冒出热气，背景火炉的光线晃动，所以基本上其实他已经做到我想要的效果了，可以看一下哦。它有吹气，好，那咖啡也冒出热气，差不多都是我要的，就是咖啡的热气稍微多了一点，会让我觉得这个咖啡其实是非常烫的，然后他还把它喝下去，其他的地方都有达到我要的效果了。好，那这个部分呢比较困难一点，可能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让他这样做。这个就可能要再多做几次的尝试。那这边有一些提示要跟各位讲一下，就是我们在用这个图生影片的时候，尽量用简单的词语跟句子结构，不要用过于复杂的语言，就是你的描述越简单越好。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刚刚我范例里面做的一样。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运动动作呢，应该要循物理定律。最好是描述图片中可能出现的运动或者是动作，就是你这张图以这个做例子来讲好了，这是这张图嘛，你总不能下一个提示词就是这个女孩子把衣服脱掉，这种很就是跟整个场景无关的东西。AI 会想不出来说，你原来是叫他做这些事情，他会做不出来，然后就变得很奇怪，甚至不会动。所以这部分要注意一下。那其实这也是下面那个提示讲的，就是描述与画面显著偏离的动作，
可能会导致镜头切换或过度。我们刚刚的例子里面呢，就是以这个例子好了，这个例子是一个女孩子站在夜市这里，如果你描述的是她转身跑掉，因为她原先是这样子嘛，你如果是描述这一个动作的话，那也是跟这个画面就是非常没有相关。 AI 是没有办法帮你做到那些动作的比如说有人想说我可能要他用另外一只手整理一下肩带，就是他衣服这个肩带，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AI 不会知道说你整理肩带是什么样的事情，除非有一个可能就是你自己先用那个纹身图或者是用 InPaint 来修这张图，你把一只手先放到这个肩带上面，那它才可以帮你做这种整理肩带的动作或者调整肩带的动作。你从这张图要直接跳到整理肩带，是一件非常就是跟就是可以说是无关的动作，它做不到。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当前阶段，生成复杂的物理运动是具有挑战性的，例如球的弹跳或者是高空抛掷的轨迹，这是可伶现在做不到的，就是它比较难做到的一个效果出来，所以我们就尽量避免去做它做不到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那个物理定律，我可能讲的不够清楚就是所谓的物理定律就是比如说你这边后面这个建筑物呢跑到右边，这个就是违反物理运动定律，因为它是固定在这里的， AI 是没有办法让这个后面的建筑物从这里跑到这里。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及开启小铃铛，谢谢。